我叫江雨白，天生双星，曾以为这是上天眷顾，没想到是加速自己死亡的催命符。只是要你一颗心而已，你怎么就这么自私？这雨辰就只有3天了，你生下来不就是为了让雨辰活下去的吗？江雨辰需要心，可我也要活呀，顾暖。没有心，我会死啊！可是你有2颗心，少了1颗，你还有1颗。可雨辰没了你的心，他就只能死了。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我只剩1颗心了，你为什么就是不信？你从小就和雨辰争玩具、争奖杯，现在连命都要争。江雨白，这报告是你收买医生伪造的吧？你恶心透了。15年前，我已经捐过1颗心了。闭嘴！我们从孤儿院带你回来的时候，你还有2颗心脏，之后你就一直在江家，哪有做过捐心手术？为了不救你哥，连这种话你都编得出口？江雨白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虚伪呢？我没撒谎，我的心就在你身上。人命关天，还有心情聊嫂子？就是自己的哥哥这命悬一线了，他竟然有脸给嫂子说情话。嫂子，我和顾暖结婚的事情，只有你们知道，你们就任由外人误会我，把我当成小三，我才是顾暖的丈夫。你别添乱，让医生以为雨辰是顾暖的丈夫，他们才会全力救你哥。早知道你是条养不熟的白眼狼，就该让你烂在孤儿院。你捐颗心怎么了？你有2条命还怕死吗？还有3天，你们可以再考虑一下，确认卷后签字就行。江雨白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连1颗心都不愿捐，养你还不如养条狗。雨辰是你亲哥，我们可都是一家人。你们真的有把我当成一家人吗？既然你们口口声声生养我，那我就用最后1颗心来还你们生养之恩。我一出生就被拐卖，在5、6岁的时候才被找回。我以为他们找回我是因为爱我，结果只是江雨辰需要血包。哎呀，这都回来了呀！快别站着了，都快去桌子下休息啊！今天啊，妈妈亲自下厨。雨白啊，我记得你最爱吃小龙虾了，今天啊就给你做1大盘。对，爸爸也记得你最爱喝那个凤梨汁，今天专门买的，管够。我一直海鲜过敏，喜欢小龙虾的是江雨辰。至于凤梨汁嘛，那也是江雨辰的最爱。雨白，别生气，爸妈肯定不是故意的，他们年纪大了，机会了，也情有可原。
雨白，来喝点粥暖暖胃。伯父伯母他们不是有意的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好吗？我没生气，早就习惯了。雨白，你别这样，看着你心里难过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我们说点开心的事儿吧。你看，过几天我们就举办婚礼吧。你不是一直有遗憾，总觉得少了点仪式感吗？婚礼？怎么突然想起来办婚礼了？之前你们怕刺激江雨晨，连领证都瞒着了，怎么现在不怕刺激他了？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雨晨他需要安心养病。至于婚礼，只要你答应把心捐给雨晨，你想要的仪式感我都可以给你。我们马上去办。果然，拿去吧，你们要的东西。雨白，你答应了，你真的太好了，我这就……雨晨，爸妈，儿子不孝啊！与其看着心爱的人嫁给别人，不如……哎，慢住手！吹口哨！雨晨，我没有嫁给别人，我嫁的是雨白，是你的亲弟弟啊！只有嫁给他，才能管住他，才能让他乖乖给你献血、捐心脏啊！雨晨，快送医院！快呀！你好，江先生，这是你订的蛋糕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好久没人跟我说过生日快乐，竟然还反应不过来了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谁来这个？这蛋糕不是你的吗？我不喜欢吃蛋糕，这些给你吧。江雨白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糖分超标会影响供血质量。如果你要是不能及时给雨辰供血，我留着你还有什么用？原来蛋糕的味道是咸的。雨辰在医院急救，却在这儿吃蛋糕。我本以为你虽然总和雨辰过不去，但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你还是有良知的。没想到你……江雨辰危在旦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想吃个蛋糕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雨辰他可是你亲哥哥呀，他刚才都自杀了，你还有心情在这吃蛋糕？你是在庆祝吗？庆祝他走了，整个杨家就都是你的了吗？我没有。怪不得伯父伯母不喜欢你，根本不
配得到家人的爱。你就是这么想我的？那不然呢？谁平白无故会买这么大个蛋糕啊？又不是没吃过，你还吃这么多，难道不是在开心庆祝吗？在他心里，我永远是欺负江雨晨的，永远卑劣。但明明被欺负的人是我啊！怎么？被我说中了，没法狡辩了。随你怎么想，反正我解释你也不会听。你少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，要死的人是雨辰，不是你。你连你亲哥哥的命都视若无睹，我怎么会嫁给你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人？够了！你来这里是为了骂我的吗？我来是跟你商量一下，雨辰的情况算是稳住了，但医生说他情绪太激动，不能受刺激，所以我们的婚礼得延期了。意料之中。他演这一出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为了让他安心手术，我们跟他说，手术结束后会跟他举办一场婚礼。跟他办婚礼？只是假结婚，我保证，只是走个过场，绝对不会干任何出格的事情。婚礼结束后，我们就安心过日子，好吗？你们这是在跟我商量吗？都是你们已经决定好的事，好过来通知我一下吧。雨辰他是病人，我们这么做也不过就是让他安心手术而已。你连这点事儿都体谅不了吗？你要是连这点事都不答应，那我跟你这种人也没什么必要在一起了。离婚吧。只有嫁给他，才能管住他，才能让他乖乖给你献血、捐心脏啊！你要是连这点事都不答应，那我跟你这种人也没什么必要在一起了。离婚吧。你跟我结婚是为了江雨晨，现在跟我离婚也是为了他。我早该认清他，没有人会爱我。虽然不爱我，但你是我这辈子爱过的唯一一个人。我能为你做最后一件事情，我死了，你就能毫不顾忌地跟他在一起了。于白啊，国院最后的招生名额，你真的要放弃吗？老师，我放弃了。为什么？那可是只有顶尖数学家才能进入的场所，多少人耗费一辈子都进不去。我可能没这个机会了。这辈子唯一存在过的痕迹，就是数学竞赛了。爸妈，我还能再看到你们吗？放心吧，手术是我亲自操刀，一定会成功的。等手术做完，妈妈带你去瑞士看雪啊，乖啊。爸爸订了你最爱的米其林3星。放心吧。一家人出去旅游，真好啊！
我劝你捐心也是为了你好。只要手术成功，雨辰就没事了，那你就是江家的功臣，也能替家人接受了。雨辰走不了了。成功了，雨辰，以后你再也不会被心脏病困扰了。辛苦我的宝贝儿子了，你想吃什么，妈给你做啊，鸡汤还是鱼粥啊？暖暖，手术后能吃海参吗？我托人买野生的。伯父伯母不用太紧张，这次手术很成功，先观察几天了，再给雨辰吃些补品吧。好好，都听你的，都听你的。还是去认识好，到时候啊，暖暖跟着一起去，也好有个照应啊。一起去啊！顾医生，先把病人送监护室吗？走吧。不是说天生双心吗？怎么停了？人怎么可能两颗心？报告上不是写了吗？他只有一颗心。亲哥都快死了，还勾引嫂子，这种畜生早死早干净。那他怎么办？认太平间呗，要是没人认领他，就让太平间自行处置吧。看江家刚才的架势，巴不得当没这个儿子呢。不是送回病房了吗？是啊，刚做完手术的病人都有专人看护的。顾医生，你就放心吧，倒是你自己，连做几个小的手术，该好好歇歇了。是啊，有专人看护，应该没什么的。看来刚才是我听错了。顾医生，病人醒了。暖暖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。放心吧，没事的，手术很成功，以后你的心脏再也不会有问题了。夫妻情深就是最好的康复药。我们不是说疼。雨辰，医生说你情绪不能太激动，不利于伤口恢复。那我跟你这种人也没什么必要在一起了，离婚吧。不知道雨白怎么样了，我去看看他。等等，你一走，他就绞痛，像要裂开。好吧，
晚上雨白有专人看护，应该没问题的。这停尸房都快堆不下了，再没人认领，马上就要抽。医生说了，无人认领，今晚无主尸处理了，估计是个没家的，待会儿直接拉出火化了吧？才23岁，年纪轻轻的，可惜了。多亏顾小姐的妙手回春，让我们雨辰才捡回了这条命。阿姨客气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其实啊，你和我们雨辰才是郎才女貌，偏偏跟了那个。吃饭不提这些。哼，跟他是一个人又怎样？只要是我想要的，那个贱种都得让。对了，这几天都在忙着照看雨辰，还没去看过雨白。既然叔叔阿姨都在，我去看看他。等等，我。也不知道雨白恢复的怎么样了，他不会怪我这么久没来看他吧？这个病床上的人呢？这个病床上的人呢？出院了。他刚做完手术，怎么能擅自出院？会有人。挂我电话，就是几天没来见他嘛。有本事永远别接我电话。怎么了？雨白恢复的不好？他好得很，自己出院了还不接我电话。都怪我，雨白肯定生我的气，我需给他道歉。哎呀，你别动，你现在在恢复期，不能动。他呀，哼，死外面生。怎么能这么说话？这江雨白死了，以后雨辰要是有什么事儿，还找谁给他出血？哎呀，瞅瞅我这脑子！哎呀，顾小姐啊，你千万不要为了江雨白伤了身体，不值得啊！我先回办公室了。顾医生，这是怎么了？我老公上次不理我了。哎，这刚做完手术的病人呀，就这样，心情无常，你多哄哄他就好了。老公，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蛋糕，排了好长时间队呢，快来！雨白，雨白，你好啊，离就离。他从小不会诚实，生气也是应该的。顾医生，你和你老公的感情线上防人了。谁跟你说他是我老公？奶奶啊，是我们对外这么说的，我们就是想让你的同事多照应照应雨辰。林教授。老师，你什么时候回国的？听说你主刀的心脏移植手术很成功，真是青出于蓝呐！
都是您教的好。当初你小的时候也做过心脏移植手术，没想到长大后你也成了拯救他人生命的医者了。老师，您说什么心脏移植？啊，你不知道，你现在身体里的心脏是捐赠者的。我的心就在你身上。捐赠者好像是江什么？江雨白？没错，我说那时候他怎么那么爽快地答应捐心呢？原来你们认识。雨白，那怎么和我们家雨白同名啊？原来真的捐过一次心，那他现在不就死定了？老师，捐赠者信息里面有别的线索吗？年份，有具体手术年份吗？这可是有点久了，好像是15年前吧，还是你的父母找到的我。要知道那个时候找到一个合适的心源，可比中彩票还难呐。什么？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喂，暖暖，什么事儿啊？你们为什么没告诉我捐心的事？哎呦，你都知道了呀。当年你术后排斥反应严重，医生说不能受刺激，我们是怕你受影响才没说的。那给我捐心的人叫江雨白吗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难道是他家里人来找你了？喂，暖暖，暖暖，你说话呀！15年前，那年我带着雨辰在瑞士度假，只有雨白一个人在家。对，我记得当时弟弟是张妈在照顾，可是张妈都已经离开我们家很久了，是不是有2个同名同姓的人？找张妈，只要找到他，就能清楚决心的是不是雨白？快！江雨白，最好是你，也省得我后面还要想方设法跟你争了。暖暖，你别激动，我们也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，毕竟那颗心脏是我们买来的。什么意思？不是捐的心脏吗？那可是15年前，哪有跟你同龄又愿意捐心的孩子？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愿意卖心脏的，可这事是违法的，不可声张啊！我干什么？抓我干什么？张妈，张妈，我早就不在江家干了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张妈，15年前就你和雨白再见，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什么，还不从实招来！我什么都没干。就是他，当年收了我们10万块钱，还签了那个器官捐献同意书。不是我。哎，我说还奇怪呢，当时10万块钱并不算多，他很快就签了协议，那毕竟那也是他的孩子呀。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小孩天生双心。双心？那不就是雨白？我也是没办法呀，雨白天生双心，医生说少一个也能活。夫人一条命啊！我也是被猪油蒙了心。当年我家人生病，医生说要一大笔手术费，我觉得雨白他有2颗心，少一个也能活。混账！那可是我儿子，不是你换钱的物件。原来雨白真的只有1颗心，他们要骗我们是真的。我们还逼他捐心。
我以为你们知道他只有一颗心的。他怎么了？雨白做完手术怎么了？那天你把他心脏取走后，病人他就去世了。雨白，雨白，尸体呢？你们把他尸体送哪儿了？太平间啊，昨天下午还在呢。你们干什么？这里是太平间。我们找人。雨白就在这里吗？到太平间来找，是找活人还是找死人？你怎么说话的？我儿子怎么会？保姆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3天前，也就是本周一，你们有没有收过一具年轻男尸？年轻男尸有好几具呢，叫什么名字？叫江雨白。没有这个人。我就知道雨白没事的，他肯定不会死。2颗心都没了，怎么会没死？我可不信还有第3颗心。雨白的手机，这是雨白的手机。说，这手机怎么在你手里？我就是看那个人的尸体快腐烂了，也没有家属来认领。尸体！你什么时候难了？我只是一时贪财，求你们别告诉老院长，我上有老下有小啊。那人呢？你们把他送哪了？焚尸炉都烧了快3个多小时。你们怎么干？我还没见他最后一面，你们怎么就能私自焚毁？哎，我可没有私自焚毁啊，是医生说的，3天没有人领就要烧了的。放开我！我要去看看。雨白没事，肯定不是。炉门都关了3个小时，你现在冲过去能看到什么？骨灰吗？雨白，那是雨白，雨白，雨白，雨白。你看错了，这里哪有人呢？就在这里，他出入了像雨白，他明明就在这里呢。妈，我们都没看见，就你看见了，难不成是弟弟的魂魄啊？是我对不起他，我要是相信他说的话，他就不会死了。现在连魂魄都不肯见我。哼，就算是魂魄，我也不怕。活人都争不过我，死了难道还能争过我吗？妈，您就是最近太累了，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就好。雨白他没死，他没死。整天疑神疑鬼的，人都烧没了还看什么看？你闭嘴！这是你弟弟。请问江先生在吗？我是国院的工作人员，专门来给江先生寄录取通知书的。雨辰，你被国院录取了。一直做数学研究的是江雨白，难道是他被国院录取了？恭喜江先生，您儿子可是咱们国院100年难遇的天才，
20几岁就解除了哥德巴赫猜想补习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雨辰，你不是学的金融吗？爸，我私下里一直在研究数学，那道题就是我解出来。早就听说江先生低调，颁奖仪式定在下周，到时候将会授予您当代最年轻数学家奖章，记得带上家属一起来啊！去，一定去！到时候叫上你二姨他们一家，平常他们最疼你了。好。那雨白也能去吗？爸，妈这状态怎么去参加颁奖仪式？到时候国院大佬都在，他要是突然喊着雨白没死，我这脸往哪搁呀？哎，你妈呀，太想雨白了。想也不能不分场合吧？到时候人家以为我们家出了个疯子，国院的名额说不定都要被收回。雨辰，伯母只是太伤心了。颁奖仪式那天，我会寸步不离跟着她，保证不会出乱子。江雨白，你大概想不到吧？你拼了命研究的东西，最后便宜了我，你的名声，你的前途，以后都是我的了。雨白也喜欢数学。别乱说。哟，姐夫，你们可真有福气，这里啊可是国院，雨辰这一进去，嘿，那将来可就是数学家了。就是，以后可得多提携提携咱们这些亲戚。好说，好说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当代最年轻的数学家江雨辰。江同学，这个奖杯他不配。这位先生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这个奖杯他不配你。这个人是谁呀？是不是嫉妒我们家雨辰啊？爸超市来碰瓷儿的，等会儿保安来了，有他好受的。这个人好熟悉。这位先生，这里是国院的颁奖现场，并不是什么街头闹事。如果你再胡来的话，我们就要报警了。不闹，我只是不想让一个小偷用偷来的荣誉玷污学术。你是谁？根本不认识你，为什么要诬陷我？不认识我没关系。哥德巴赫猜想补给的解法里有3个关键公式用的拓扑学推理。你一个学金融的，知道什么是拓扑学的基本公理吗？我当然知道。哦，那你倒是说说看。我连题都能解出来，你说的这些基础知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院长，这个人就是来捣乱的，快把他赶出去！这位先生，请你离开。让我走可以，但他要真能把这道题解出来，那就在现场重做一遍。雨白，他是雨白。我老实做事，别丢人现眼。江雨辰，你敢不敢？江雨辰，既然这位先生提出了质疑，那么你就再演算一遍给他看，也打消大家的质疑嘛。我今天状态不好，而且这种基础题根本没必要再次演练。基础题？你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，这可是你耗尽了3年心血的成果。你调查我，你绝对是早有预谋的。保安，快把他赶出去！我看谁敢动！你要是能把这最后一步解出来，我立刻走。我今天嗓子不舒服，演练需要高度集中精神。嗓子不舒服耽误你拿笔吗？还是说嗓子影响你智商啊？
这推导思路和学术论文上的一模一样。而且他用的是符号简写，这个比论文里的更加简洁。整个推导过程分7步，第3步用了非标准分析模型，这是我特意隐藏的标记。江雨晨，你说说，为什么这里要引用非标准分析？我答不上来，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你解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宇白以前研究数学时总说非标准分析是捷径。难道那个人说的是真的？不是雨辰解出的这道题？雨白，是妈妈错了，你原谅妈妈。是投稿人的署名写的是江雨晨，但是通讯地址写的却是江家。而且，这个拓扑学应用在去年学术会议上，江先生发表过相关论文。那难道解出这道题的人是江雨白？江先生，你有几个儿子？江先生，此事事关学术，请您慎重回答。2个。那你的另外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？另一个叫江雨白。这里有遗漏，投稿信箱后缀黑鱼了。没错，论文初稿的修改记录里还保留着白的署名缩写。原来冒领了别人的成果，也配站在国院台上？学金融的能解出数学难题，本来就透着古怪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国院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就是给我的。录取通知书的寄取是根据投稿信息寄的，你能不能解开数学难题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跟江雨白一将死，死无对证的事情，没有。我就是解出过题，你们别忘了，我叫江雨晨。谁说这个白字只有他江雨白能用了？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！想要知道是谁解的，只要让江雨白过来对质不就行了？可是我的另一个儿子1个月前已经死了。什么？哎，真是可惜了，这么好的苗子，现在江雨晨又有争议，看来今天这个奖是颁不出去了。今天可以颁奖。胖老师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把这个奖颁给江雨晨？各位，这位是我的学生张万日。哦，原来是汤老师的学生，真是后生可畏了。院长，既然他当众指出了这道题，那这个奖项就应该归他，而且国院的录取名额是不是也应该归他？这个人怎么那么熟悉？好像是江雨白。好啊你敢假死骗我们？什么？假死？爸妈为了你天天以泪洗面，陆暖差点哭瞎了眼，每天吃不下睡不着，就这么狠心吗？他们居然能为了我吃不下睡不着。好你个白眼了，竟然敢假死骗我们！你看看把你妈气成什么样了，都快气出神经病了！就是，害得家人白难过那么多天，简直不孝！假死骗家人，现在又在缴获哥哥的颁奖，什么人啊？难怪刚才不敢摘口罩，原来是心里有鬼啊！哎，你告诉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到底是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要这样折腾家里人？雨白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多难过？这位先生，您认错人了，我叫康焕之，不是你说的江雨白。认错人了，你这身高、样貌，简直跟江雨白长得一模一样。各位，
焕之是我收养的学生，这些年一直在国外，上个月刚从国外回来。这和江先生的弟弟只是个巧合。可他的解题思路，焕之这些年一直在和我一起研究数学，能解出这道题也没有什么稀奇。更何况长相相似的人多了去了。不可能，他绝对是江一白。他如果不是的话，我把这奖杯给吃了。那有好戏看了。院长，这身份证上的名字确实是康焕之。院长，如果您不相信的话，您可以调查出入境记录。这焕之上周刚从国外回来。不对，上周明明在医院。我没去过你说的医院。这位先生，你一直在这纠缠，是不是怕失去国院的资格？康先生，请问你认识江宇白吗？不认识，我也是刚才才听你们说，他是位优秀的数学家。院长，这真相已经大白，焕之既然解出了这道题，那这奖项和名额就应该归他。这似乎已合规矩，不能给他，他肯定是伪造身份。康老师，跟他串通一气。张雨晨，你这是要质疑国院院长的话吗？一定要救活他，用最新的人工心脏。康教授，丽娜都已经这样了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一定要救活他。他可是百年难遇的数学天才。这下你应该能相信这真的。相不相信能怎么样啊？我不在意。手机都在你手里。你想清楚了，真的要以康焕之的身份活下去？他们要找的是死人江宇白，又不是活人。我刚以为你改变主意了，要去见他们了。这种迟来的亲情，不要也罢。他有身份证在，肯定不是宇白。可他的眉眼。各位，此次的事情有较大的争议，本次颁奖暂停，3天之后重新出题，邀请2位重新来参赛，到时候再定结果。我根本不会解题，到时候要怎么办？我没问题。焕之，我们走。木暖，你也觉得我是江宇白吗？宇白！这个人一定是宇白。请等一下。这位小姐，发生什么事？我知道你就是宇白，你的眼神、解题时握笔的姿势，我不可能认错。这位小姐，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不用着急。我知道以前是我们不对，我总觉得你身体好，雨辰身体差，就什么好事都想着他，就连在医院急救那次都没去好好陪着你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雨辰的心脏已经没事了，家里也不需要再牵着谁。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们都会补偿你的。补偿？有什么补偿？我不需要。宇白，妈给你做你最喜欢的糖醋鱼。大爷，你对海鲜过敏吗？你明明最喜欢吃糖醋鱼，小时候总说比饭店做的好吃。康老师，我们走。我知道你还在怪我们，可往事不可追。你既然活着，就该好好过日子啊！难不成要顶着别人的名字过活一辈子吗？这位小姐，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你要再纠缠不休，我就叫你。吴小姐，请自重，我的学生还有事情要处理。宇白，我到底该怎样做，你才能原谅我？
江雨白，不管你是死是活，这国院的名额我要定了。他倒是你家里人清醒，清醒有什么用？吃来的东西是件稀罕。雨白，你回来了，快过来坐呀！白晨，别动，雨白在你身后站着呢。妈，你疯了吗？哪有人呢？整天对着空气瞎喊什么？我没瞎喊，你看，他冲你笑了。老婆，你冷静点。爸，这也不是办法呀！我妈整天神神叨叨的，把家里整得跟鬼屋似的，不如直接把她送精神病院好了。胡说！什么精神病院？你妈她不过是今天看到了那个康焕之，受了刺激，过段时间她自然就好了。雨白，爸，你真不觉得他就是江雨白吗？世界上哪有那么小的人？雨白？不可能！我刚才在车上已经打电话确认，你忘了吗？他的心脏一颗给了顾暖，一颗给了你。他要是还能活，难不成他有3颗心脏吗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关注比赛。本来你顶替雨白进入国院的事儿，已经让江家在京城丢尽了脸。有多少人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？要是3天后的比赛真被那个康焕之翻了盘，那我们江家还怎么在京师混？于晨，你实话告诉我，比赛你有没有把握赢？这次的国院名额，我们不能出半点差错。我，你去哪里？我去拿东西。藏哪儿了到底？这呢？找到了！江雨白啊，江雨白，大概没想到，当年的笔记会成为我的救命稻草吧？但是，只有这些思路，恐怕还赢不了3年后的比赛。必须得想个办法，让他100%准。谁？妈，藏什么好东西呢？表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前几天听我妈说江雨白那个小贱种死了，特意回来庆祝庆祝。啊，二姨给你说的。看真会记的，看来是真死透了。恐怕要让表姐失望了。什么意思？她好像没死。没死？没死？他明明说他早就被火化了，手术台上都没下来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我也希望是假的，但是今天在国院亲眼所见，有一个什么叫康焕之的人，跟他长得一模一样。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。表姐，你要这样想就太低估他了。就连顾暖都觉得他就是江雨白，追着人家哭着喊了一路雨白，哭的那是肝肠寸断。顾暖，他之前不是和你……还有我妈，自从见到他之后，回到家就神神叨叨的，整天对着空气喊雨白回来了，雨白回来了。可，哎，
可是医生说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妈就真成精神病了。那样貌，那身高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唉，可能是我命不好，阎王爷也不收他，特地派他回来跟我抢国院的名额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我3年后还有比赛，我要抓紧时间准备。要是输了，这次江家的脸就彻底丢尽了。准备什么？只要有我在国院的名额，就一定是你。上钩了！只要表姐认定康焕之就是江玉白，以他的性子，绝不会让他活着站上赛场。你安心准备比赛吧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。表姐，我要安心准备比赛，要不我就自己去找他了。你放心，如果真是江玉白，我一定能认出他。毕竟他害了我赛。不管你是江玉白还是康焕之，这次国院名额只能是我的。我变量代入方式不对呀，换个方式。华成辉，我都认得你这身影。江玉白，好，果然是你，换了个名字就敢堂而皇之的坐在国院教室。江玉白，你的胆子倒是比以前更大。甄女士，你认错人了，我叫康焕之。装，你继续跟我装。你干什么？我都说了我不是。不是？那你为什么听到名字第一时间就回头？江玉白，别以为你换了个身份就可以抹去过去。当年你害我的事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我真的不是江玉白，不信我拿身份证给你看。看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距离开赛还有不到3分钟，怎么还没来啊？难道这路上出什么事儿？依我看，是知道他比不过我们家雨辰，自己弃权了吧？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还敢来抢国院名额？可能是路上耽搁了。哎，我说顾暖，你可不能因为那个姓康的跟我们江玉白长得很像，就故意向着他说话呀。现在都几点了，他人还没影呢。你说他不是弃权了是什么？康老师，令图怎么还没到啊？比赛规程可是不能改的。校长，我再打个电话试试。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。校长，您再等等，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。院长，比赛时间已到，再等下去对其他选手不公平。什么时候开始啊？这都等多久了？就是啊，还比不比了？院长，要不就按规定开始吧。或许康同学真的来不了了。国院名额只能是我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宣布国院资格比赛正式开始。确实快点。你干什么？老家是重罪，你现在放了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。重罪，江玉白，当年害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犯法？我不是江玉白，你认错人了。你不是江玉白，你就算化成灰，认得你这双眼睛。你冷静点，这种事情我们可以好好说，别用极端方式啊。好好说，去跟杨好好说吧。谁？小雨，你正好来了，今天就是咱们报仇雪恨的日子。姐，你这样是犯法的。犯法？
法？他当年害你的时候，我怎么没见你跟他讲法呀？小雨，难道你都忘了当年是谁偷偷把你的高考志愿改到偏远地区的？你本来可以和你女朋友一起上清北的。还有我的设计图，我熬了3个月做的参赛作品，被他偷偷放到网上，害我被行业封杀，我只能去国外。我没有，这些事不是我做的。你给我闭嘴！小雨，他毁了你的前程，毁了我的人生。今天不杀他，难解我们心头之恨。别听他的，我真的不是。我不是江雨白。姐，他这话……你别听他胡说，他肯定是在骗我们。我口袋里有身份证，你们可以自己看。要是我骗你们，再杀我也不迟啊，对不对？小雨，你别信他。他真的不是江雨白。对，我不是。这是伪造的，这一定是伪造的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相像的2个人？今天就算你是孙悟空变的，也得给我死在这儿！我还有证据，能证明我不是他。少废话，去跟杨老说去吧。姐，你让他把话说完，万一真的错了呢？你们说的那个江雨白有没有什么特殊特征？比如胎记、疤痕或者过敏的东西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小雨别说，他就是在套我们的话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想证明我不是他。说的那些特征，我身上肯定没有啊。江雨白对坚果严重过敏，上次误食了半颗核桃，直接休克进了医院。把它给我吃下去，要是没过敏，我就信你不是江雨白。可是你说的。怎么？我没事。他真的不过敏？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对不起，康先生，我们认错人了。幸好当年移植人工心脏时也治好了坚果过敏，不然今天真要栽在这里。你给我起来！就算他不是江雨白，今天也得死在这儿。如果他出去了，我们2个都得进监狱。只要你们放我走，我保证不会追究你们责任的。我只相信死人说的话。江雨白留下的笔记果然有用，这些题都是笔记上的原题。看来胜负已分啊，康老师，您那位爱徒怕是不来了吧？我看呀，是知道比不过我们家雨辰，自己打了退堂鼓，哎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还敢与我们家雨辰抢名额。我的徒弟不会弃权的。康老师，光说有什么用？有本事让你徒弟来参赛啊！他一定会来的。如果他真的是江雨白，绝对不会错过这场比赛。虽然江雨辰同学已经完成了试卷，而康焕之同学还没有到场，我宣布，等等，等等。焕之，你可算来了。比赛还没有结束吧？康同学，按照规定，超时30分钟就算弃权。现在只超过了25分钟，还有5分钟，我没超时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难道让给你啊？你明明什么？难道规定说迟到25分钟就不能参赛吗？我现在还可以答题吗？按照规定，你只有10分钟的答题时间。康同学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你院长，规矩就是规矩，既然没有超时，理应给他机会。 10分钟，就算你是江雨白，也不可能答完所有题。
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这么装模作样？就是，我看是来刷存在感的吧？10分钟能答几道题啊？我赢定了。你看他急慌慌的样子，8成啊是在乱写。还有5分钟，加油啊！依我看呐，能把题目看完就不错。就是浪费大家时间。姐夫啊，我看你还是提前准备庆功宴吧。院长，这还有什么好看的？这结果不明摆着吗？就是，大家都耗了半天了，赶紧宣布吧，别磨磨蹭蹭的。哎，稍安勿躁啊！经过我们的评审，国乐资格赛最终结果，江雨晨同学和康焕之同学平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啊？他还答了10分钟啊！这些题目设计的都是核心算法，他怎么可能全做对？天啊，10分钟考满分，不可能！这小子绝对耍了花招！哎，吵什么？让院长把话说完。姐夫，坐下。哼！各位审判，2位同学不仅答案完全一致，连辅助线的画法、公式的推导顺序也都分毫不差。尤其是这道微分方程题，2人的解法思路都一样。这也太邪门了，连解法都一样。我看是江雨晨被抄了吧？康焕之来那么晚，可江雨晨写交的卷呀？我看呀，他就是抄的，要不然怎么错都错的一样。院长，你该取消这小子的参赛资格。你说话要讲证据。这焕之的投稿者都在这，这每一步演算设计都在这里。我倒是想问你，这些题你是怎么解出来的？这话该我问你才对吧？10分钟写完所有题，而且和我的分毫不差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按照规定，满分即视为成绩有效，但是国院资格的名额只有1名，这确实……还有什么好确实的？当然是要给我们家雨辰了，他可是正儿八经答出来的，不像某些人竟搞些歪门邪道。就是，赶紧定下来吧，别耽误大家时间。根本不是凭本事考的，这么短的时间能写出跟我一模一样的答案，除非你是提前看了题目作弊。可不是嘛，这可是国院的题，难度多大呀？是呀，这正常人10分钟连题目都读不完，他倒好，不光写完了，还拿了满分。对呀，这说没猫腻，谁信呢？要是真靠歪门邪道混进来，那这国院还算什么数学殿堂？简直就是血书之耻！你这话太过武断了吧？没见过天才，不代表世界上没有。这些题对于焕之来说，根本不是难事。康老师，你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吹出边了？他是你学生，所以向着他说话。就是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早就串通好了？你们简直不可理喻！好了好了，你们少说2句，现在争论这些没有意义。既然只有1个名额，那不如再加试一场。还要加试？是呀，这刚比完又比，这康焕之是真有底气，还是故意拖延？对啊，由院长亲自出题，我们当场答题，一题定胜负，而且全程直播，让所有人都看着。怎么，不敢啊？好，早该这样，用实力证明一切。这个提议还算比较公平。江同学，你的意见呢？什么不干的？加试就加试，我怕你不成？这下有好戏看了，我倒要看看这康焕之是不是真有这么神。这10分钟拿满分已经够离谱了，这加试要是再能赢，那可真是天才了。也好，这样最能服众。院长，那我们去准备直播设备。行，
你们去吧，我来出题。好，好。这次比赛我们会全程直播，所有的解题过程我们会实时上传至云端，保证公平公正，欢迎大家监督。这题可是国内10大难题之一，出题的老师可是下了狠功夫。能在规定时间内解出这道题的人，怕没个10年8年的功底，做不出来呀。这直播可太好了，绝对没法作弊。这下能看得清谁才是真天才。我赌是那个康焕之，他上次在颁奖仪式的解题思路就特别清晰。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吧，谁不知道你学的是金融，对数学一窍不通，到时候别在全国观众面前丢人。丢人？我看该丢人的是你吧。我不管你是康焕之还是江玉白，今天这比赛我赢定了。以前家里的东西你抢不过我，哼！今天这国院的名额更别想抢走。那我们拭目以待，走着瞧。写得快不一定对呀。哎，对。别硬撑了，要是解不出来，就早点认输。国院的名额可不是谁都能觊觎的。写完了？什么情况？康焕之这就写完了？这总共也不到3行啊！就这，我孙子做数学题都比他写的多。亏我还期待高手过招，这差距也太明显了。这江玉晨写满1整个，这康焕之怕不是来搞笑的？你看，写了半天就写了这3行，哎，还没有画辅助线。你以为这是在上小学做应用题呢吧？你要是解不出来，就赶紧卷铺盖走人吧。可别在全国面前丢人现眼了呀！我就说他上次是碰运气，你看江玉晨写的多扎实，公式列的密密麻麻的。康教授的学生也不过如此，怕不是走后门进来的吧？他怎么不解释？就这么3行字，能解出国内10大难题？我看你是连题目都没看懂吧？就这，康老师的学生不过如此嘛。写完了？当然，比你这种装模作样的人强多了。院长，我们已经答题完毕，可以宣布结果了。这还用宣布吗？只要眼睛不瞎，都知道是我赢，好吧？希望一会儿你还能笑得出来。切，白激动一场，还以为是高手对决，结果是鸡蛋碰石头，不自量力。早知道这么没意思，还不如在家看电视剧了。哎，真是。经过我们评委团评审决定，本次比赛的决胜者是康焕之。啊？不可能！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就写了这点东西，怎么可能赢我？他写的那么点就赢了，肯定有黑幕。我们要求重新评审。江雨晨的答题板都写满了，凭什么判他输？对不起，
我向大家道歉。本次比赛的确有黑幕，我就知道，敢在全国观众面前作弊，你们今天要给我一个交代。好，江雨晨，你要的交代有。大家看这道题，这道题其实是2年前的旧题。当初我和江雨白沟通过这道题的解法，你现在的解法和他当年的解法是一模一样的。那又怎样？这道题是我解出来的。可是这道题的解法是错的，这只能说明一个可能，那就是你抄了江雨白。你胡说，不是我抄的，这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这里的积分变量替换法是错误的，正确的应该用积分分布法。你抄的时候没发现吗？原来真是抄的，还抄错了。这脸打的也太响了，怪不得写那么快，感情是背答案呢。是你在算计我，你早都挖好坑等我跳了是吧？我可没逼你抄袭冒名顶替，是你自己选择的歪路。就算我没解开又怎样？你不也一样？就这2行字儿，不信你能解出来？这你就还真的错了。有些题目根本不需要复杂的解答，而康焕之用的解答方法是最简便、最快速的，所以他的答案也是正确的。什么康焕之？他只不过是一个不敢用真名实姓示人的胆小鬼罢了。你敢承认你自己的身份吗？那你敢不敢承认你的罪行？我有什么罪行？是你向白灵透露我的身份，也是你撺掇着他在比赛前绑架我。大家别相信，他这是诽谤，好让自己进入国院。要不是我命大，恐怕已经如你所愿，成为他的刀下亡魂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既然你这么想让我当你弟弟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别过来！怎么怕了？要是你们没有做亏心事，又在怕什么呢？雨白，我就知道是你。不可能，雨白已经被火化了，根本不可能还在。我本来可以做一辈子的康焕之，但是因为你们欺人太甚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搜到了，听说江雨白是江家的小儿子，因为他天生双心，一颗心捐给了他老婆顾暖，而另一颗则被江家人和顾暖强行取出，给了江雨晨。什么？一共2颗心都给出去了？那他怎么活呀？那现在这个到底是不是江雨白啊？我能证明，康焕之就是江雨白。不可能，正如大家所说，雨白的2颗心脏都捐出去了，他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不然呢？我现在应该变成一堆白骨肉，深埋地下吗？江董，你不会真是老眼昏花了吧？你错把江雨晨这种榆木当珍珠也就罢了，现在连自己亲儿子都认不出了。我虽然天生双心，但我从一出生就是我大哥江雨晨的血包，长大后更是成了他的移动器官库。小时候，我被我们家保姆将1颗心卖给了顾家，为了救顾暖。长大了，你们却不信我只有1颗心，
各种软硬兼施，让我把最后一颗心也捐出去。玉白，妈错了，妈真的不知道啊！是不知道还是不想知道？江雨辰说什么，你们就信什么；江雨辰要什么，你们就给什么，即使是我的命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让你柔柔强强，所以才让我把最后一颗心也给出去。大家不是都奇怪吗？为什么我双心尽失，却还能活着？幸亏我的老师及时发现被丢在医院的我，他动用所有人脉，最终成功招上了心脏。从那天起，我就不欠你们的。但你还欠我。玉白，我知道你恨我有爸妈宠爱，但不管怎样，爸妈以为你死了，心如刀绞，你怎么忍心啊？少假惺惺的了。但凡那天你没有任何人注意到，就会发现那天火化的根本不是我。姐，在医院的时候，难道就没有人陪着雨白吗？对呀，虽然雨白之前做了些混账事，但毕竟是你们的孩子，你们怎么就忍心呢？二姨、姨父，我更正一下，那些混账事不是我做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白灵的设计图泄露，白羽的志愿被篡改，都是江雨辰做的。什么？不是这样的，别听他胡说，他是在嫉妒我，故意陷害我呀！他没有胡说。玲玲、小雨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雨白说那事不是他做的？若不是雨白跟我坦白，我恐怕这辈子还被他蒙在鼓里。表姐，你是不是听信了他的谎话？他诡计多端，你千万别被他骗了呀！不信他难道信你吗？当年你故意外泄我姐的设计图，害她被业界封杀，只能背井离乡去国外谋生，又偷偷篡改我的高考志愿，让我寒窗12年的努力付诸东流，错失清北。你做的这一切，还要把所有脏嘴都泼到雨白头上。当年泄露设计图的是江雨辰。你说什么？表哥表姐，我知道你们不信我，但你们真的恨错人了。承认了吧，小雨，可别信他，他又没证据，肯定是在骗我们。咱们的监控早就修复了，我之所以一直没拿出来，是不想影响一家人的关系，又把你在我口袋里，不信你自己看。如今你为了进入国院，更是变本加厉拿我当枪使，诱导我绑架雨白，好让他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大姨、大姨夫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差点成为他的帮凶。雨白，对不起，过去是我糊涂，错信了恶人的话，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。但是，错了就是错了。等这里的事情了结，我会和小雨去自首，为我们过去的糊涂和懦弱承担后果。你们故意跟他串通一气，故意搞我是不是？哼，我们至少勇于承认错误，像你，只会躲在阴暗处搞阴谋诡计。之前的事，你觉得是串通？那这件事啊，医生，你就只管配合我，在我爸妈和姑奶面前说我需要换心就行了。可是你的心脏没有问题啊。不重要，等我取了他的心脏，到时候他就能认清现实，江家是我的，顾诺人也是我的。我以为你只是病了，没想到你这么恶毒。太不像话了！学术圈容不得这种败类，不仅抄袭，还妄图夺人性命，必须报警！
你这个畜生！从小到大，有什么好东西都先禁着你。你说你想要天上的月亮，我都想办法摘给你，你怎么能对你亲弟弟下这种毒手？他可是你亲弟弟呀！你居然挖他的心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！我要他心脏怎么了？他生前就是我的备用器官库，死了也给我有破落！你这……小时候给你请最贵的家教，把他送去寄宿学校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买什么。可他只想要一套数学竞赛题，我却说他浪费钱，都是我的错，才把你养成今天这副模样。雨白，爸知道错了，以前是爸瞎了眼，以后爸都会补偿给你。你跟我们回家。回家？回哪个家？是把我推进太平间的那个家，还是用我心脏救他命的那个家？雨白，我知道以前太忽视你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顾小姐，你认错人了，我叫康焕之，健康的康，焕然一新的焕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以前那个江雨白已经死了，死在你们决定放弃他的那一刻。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是重复我新生的康焕之，至于补偿吗？不需要。我的命是康老师给的，以后的人生跟你们江家再无瓜葛。